妹妹病重，急需30万手术费。镇上恶霸却恶意掐断我家蟹塘水源，让10万只蟹苗在一夜之间翻了白肚。他以为这么做能让我彻底签下蟹塘转让协议时，我却靠着祖传蟹符潜入无人敢进的毒泥潭，捞出了失传100年的极品金甲蟹王。老天爷呀，全死了！这可是我们陆家最后的心血呀！赵天霸，我们的还款期限明明还有半个月。你凭什么带人切断我家的进水管？陆仓啊，别怪赵叔不讲情面。重症监护室，你那个病鬼妹妹住在重症监护室，每天烧钱跟烧纸一样。就你这破蟹塘，就算秋天大丰收也还不清我的债。我提前截停止损，有错吗？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水管一断，满塘的蟹苗半天就得死绝。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！哼，废话少说，把这份蟹塘转让协议签了。这笔债就算2清，否则我马上打电话给医院，停了你妹妹的呼吸机。老子跟你拼了！不识抬举的东西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！小海，赵老板，我们签还不成吗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你3个小时，下午3点前拿着签字的合同来我的冷库，晚1分钟，你自己想好后果。那是后山废弃化工厂的毒泥潭，那片泥潭被化工废料污染了10几年，寸草不生，飞鸟绝迹，镇上的人连靠近都不敢。蟹符怎么会指向那里？绝死之境必有极生，百毒之下，金甲藏锋。曾在爷爷的残卷中看过一笔极其隐秘的记载，有一种史诗级的极品变异蟹，专挑极端恶劣的剧毒环境中蛰伏脱壳，以此抵御天敌。既然横竖都是死，不如赌一把。金甲黄油蟹，古籍里记载的明代宫廷御用极品，竟然真的存在！赵天霸，你以为断了我的活水就能逼死我？今天下午的蟹王争霸赛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地翻盘！金沙湾国际大酒店1年1度的蟹王争霸暨海鲜拍卖宴正进行到最高潮。台上，赵天霸满面红光。他身前的展示台上趴着一只体型硕大、张牙舞爪的青背大闸蟹。哈哈哈哈哈！各位老板，这就是我赵家蟹场今年培育的6两霸王蟹。大家看着膏黄，看着肉质，绝对是金沙湾10年难遇的极品。今年的蟹王非我赵天霸莫属，以后整个金沙湾的蟹价由我说了算。陆仓，你这个穷鬼来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吃的？怎么把这要饭的放进来了？赶紧赶出去！赵天霸，你急什么？蟹王争霸赛的规矩，凡是金沙湾的蟹农皆可参赛。怎么，你怕了？怕你？哈哈哈哈！陆仓，你家那点破蟹苗上午就被我断水干死了。你现在提个破袋子来，是想拿一堆臭鱼烂虾来砸我的场子吗？别忘了，3个小时期限马上就到了。你要是拿不出钱，不仅家产归我，你妹妹的药费也彻底断了。赵天霸，你放心，欠你的钱，我今天连本带利还给你。至于今年的蟹王，你这只吃激素长大的垃圾，还不配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什么品种？变异了吗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金沙湾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蟹？
金贝、铜钱、玉质，错不了。这是海错图里记载过，只有在明代才作为宫廷顶级御用贡品的金甲黄油蟹。传闻这种蟹专挑毒瘴恶水退壳，万中无一，百年绝技。小兄弟，这绝对是无价之宝啊！霍老居然亲自鉴定了，这是真极品啊！我出10万，小兄弟卖给我10万，你买个腿，我出15万，我要拿去镇店。小兄弟，这2只蟹我出30万，现金转账，绝不拖欠。另外，以后你手里的所有极品海鲜，我鼎石哥全包了。霍老爽快，成交。不过我现在急需一笔钱救命，麻烦您帮个忙。赵天拔看清楚了，你断我水管，逼我交出产业，一共逼债5万块。这里是5万的转账，从现在起，我们两清了。算你走狗屎运，还清了又怎样？你家的蟹塘已经废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活！你似乎忘了一件事，根据你拟定的这份抵押对赌协议，如果我今天还不上钱，我的蟹塘和冷库归你；但如果我按时还了钱，你上午强行斩断我的进水管，不仅是恶意破坏，还导致我10万蟹苗死亡。按照合同上的违约赔偿条款，你要赔偿我3倍损失，并且你在码头的那座大型冷冻库，从现在起归我陆仓所有。你胡说八道！那冷库是我半辈子的心血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你当初为了防我钻空子，特意找律师加上了强制执行条款，现在这把锁套在你自己的脖子上了。霍老和全省的老板都在这儿看着，你想赖账？赵天霸瘫倒在椅子上，他原本想设局吞并我，却没想到自己亲手签下的霸王条款，成了埋葬他自己产业的坟墓。我不再看他，转身对着全场惊叹的富商们拱了拱手。有了这笔钱，妹妹的手术费终于有着落了。手术非常成功，你妹妹的命保住了，后续只要安心静养就行。妹妹得救了，陆家保住了。都快点搬，把这些极品鲍鱼和海参全装车拉走，连一台制冷压缩机都别给那个姓陆的留下。小海，他们这是在转移资产，想留个空壳子给咱们。都给我停下！哟，这不是陆大老板吗？赵总吩咐了，合同上说把冷库的地皮和建筑抵押给你，可没说把里面的货和设备也给你。兄弟们，别理他，继续搬。看清楚第5条，包括冷库内所有现存货物、制冷设备及附属资产，全部无条件移交。你想当着我的面侵占我的私有财产？少拿几张破纸来压我！今天这货我搬定了，你们几个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别乱来啊！带着赵天霸的狗腿子，3分钟内从我的地盘滚出去，再让我看见你们，我直接走法律程序。陆仓转过身，看着这些满脸愁容的工人，眼神变得温和下来。他直接跳上一台卡车，站在高处，大声宣布：各位兄弟，我是陆仓，从今天起，这座冷处正式更名为沧海冷凜。我知道赵天霸那个混蛋欠了你们3个月的工资，李叔，今天赵天霸欠你们的血汗钱，我陆仓1分不少的全额补发给你们。不仅如此，只要愿意留下跟着我干的，以后工资底薪全部上调20%，逢年过节还有海鲜分红。陆老板仗义啊！陆老板，我们以后就死心塌地跟着您干了。拿点小钱收买几个泥腿子，就真以为自己是金沙湾的王了。我是陆仓，阁下哪位？我是省城大富海业集团的总经理王强，我们钱老板看上你了。霍老虽然买了你的金甲蟹，但他只做顶端餐饮，顾不了你这冷库平日里几千吨的普货流通。签了这份独家入股协议，把金甲黄油蟹的捕捞坐标交出来，以后你冷库的货，我们大富集团按市价80%收。至于这冷库的股份，
我们占70%，你占30%，懂吗？不卖，滚！年轻人，别给脸不要脸，钱老板要的东西从来没有拿不到的。你如果不签，我保证你在金沙湾买不到一滴柴油、1块冷冻冰，甚至连一条杂鱼都捞不上来。华夏的海是天下人的海，不是他钱大富家的池塘。你们想封我，大可以试试。好，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小海，大富集团咱们惹不起呀，他们财大气粗，手段阴绝。李叔，去市里提那艘2手铁壳船，咱们准备出海。只要手里有极品货源，封杀就是笑话。陆老板，完了，海里没货了！大富集团派了2艘1000吨级的底拖网大船，连夜在咱们近海作业，那是绝户网啊！网眼小到连根绣花针都能兜上来，底下还绑着几十斤的铅块，贴着海床刮。他们这是在回海，这样刮一遍，海底的珊瑚、鱼卵全毁了，连海草都不剩一根。钱大富的手段狠毒至极，他不仅切断了我的岸上供应链，还要从物理层面上抽干我的捕捞区。让我坐拥刚整顿好的冷库却无鱼可藏，最终只能乖乖破产。近海已经被破坏，想破局唯有去深海。黑水逆流，火中取栗，魔鬼暗礁，血蟹升级，被所有远洋水手视为禁地的船桌暗之坟墓。根据祖传图谱的指引，那里孕育着一种极其珍贵的深海霸主——深海火山帝王雪蟹。李叔，通知兄弟们加满备用油桶，把咱们新买的重型液压起网机装上铁壳船。小海，近海都没鱼了，咱们去哪儿？去公海，去魔鬼暗礁。钱大富想把我们困死在浅水湾，我们就去深海端了他的老巢，垄断全省的高端市场。老板，金沙湾的内线传来消息，陆仓那小子被逼急了，带着几个人开着一艘破铁壳船，要往公海的方向去了。要去公海？好啊。公海上风大浪急，发生点什么海难可怨不得别人。让阿狗他们开上咱们那2艘没挂牌的改装黑船，跟上去。老板的意思是把他的船给我撞沉。他不是喜欢极品海鲜吗？那就让他永远留在海底，跟海鲜作伴去吧。深夜，金沙湾码头，海风带着令人不安的新年味。大富海业的绝户网行动，让整个近海变成了一片死水。我刚买下的那艘2手铁壳船，正静静停靠在岸边。李叔，大富海业想把我们困死在岸上，我们偏要趟出一条血路。这艘船今晚必须完成全部整备，明天一早兵发公海。小海，不瞒你说，李叔我这辈子在海上漂了30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既然你敢带着大伙去搏命，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就给你当一回定海神针。兄弟们，出远洋不是过家家，公海的浪能把钢板拍碎。现在听我指挥，全面开始整备。打住，去市里的船务市场拉50桶最高标号的重型船用柴油来。咱们这次去的是魔鬼暗礁，必须保证往返满功率运转的动力。二嘎子，把底舱那台生锈的起网机给我拆了，换上陆老板刚提回来的5吨级重型双缸液压船沉。公海的极品货沉，别到时候网都拉到一半卡死了。随着李叔一道道专业的指令下达，整个码头如同精密运作的齿轮般转动起来。清晨第一缕阳光刺破海平面时，整备完毕的铁壳船焕然一新。很好，全员登船，解缆绳。柴油机气门间隙调到了最佳，冷却水循环正常。这老家伙的废货量足得很。航线怎么走？左满舵，避开近海的浅滩，航向145度，切入东南季风的洋流带，油门推到2/3，我们借着洋流全速切入公海。收到，左满舵，航向145度。
小海，咱们跨过供水边缘的季风带了，前面的雾气太邪门了，气压降得极其离谱，雷达的电荷波被严重干扰，屏幕上全是雪花点。雷达瞎了，那就靠我们的眼睛。李叔，从现在起，你负责掌控油门和船体平衡，方向交给我。右打满，收油门，准备切入魔鬼暗礁区。今天，咱们就去端了龙王爷的火山金库。老天爷，在这么猛烈的风暴中心，居然有这么平静的地方。这里就是火山口的顶端，李叔，准备下重型液压网，我要亲自下去探探底。这就是传说中靠吸食海底热与丰富矿物质存活的史诗级海产——深海火山帝王雪蟹。找到了，钱大富，你毁了我的近海，老天却送了我一座深海金山。发财了，小海！这些极品雪蟹，随便拉一只回省城都能卖出天价呀！这才刚刚开始，把活水仓全部打开，一定要保证它们的存活率。明天一早，我要让大富海业的招牌彻底变成笑话。陆仓，你小子还真会找地方，居然能在这魔鬼海域捞到这么好的货色。可惜呀，你没机会了。小海，是大富集团的黑船，他们想干什么？陆仓，钱老板发话了，这公海上风大浪急，发生点什么，谁能说得清呢？船上的货就当是能叫我们大富集团的捕鱼地了，给我全都抓过去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李叔，抓紧所有能抓的东西，想把我们沉进海底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，谁才是这片魔鬼暗礁的真正主人。看来海上的王非我们大富集团所有。坐稳了！什么？这小子疯了！跑！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！给我追！老大，不能再追了，这地方的水流太诡异了，雷达全是盲音，万一前面是死胡同，怕个屁！我们是1000吨的钢板，就算有礁石也能直接撞碎。给我把油门踩到底，它就在前面。左转15度，避开暗流漩涡。回正，贴着岩壁全速冲刺。
断龙台，钱大富，这是我送你们的第一份大礼。前面有巨型暗礁，满多，快左满多倒车！救命！底层进水了，要沉了！小海，咱们赢了！李叔，打开国际救援频道，呼叫海警中心，这里是金沙湾合法作业渔船，在魔鬼暗礁外围发现2艘无牌照可疑船只触礁沉没，对方涉嫌故意撞击我方船只及非法作业，请立刻派人前来抓捕并取证。调转船头，全速返航。明天一早，我要让省城的天彻底变一变。完蛋了！今晚我们酒楼有外名接待宴，主打的就是海鲜。要是断了供，我这采购经理也干到头了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深海雪蟹！看着蟹腿的粗细，看着甲壳的光泽，这绝对是100年难遇的极品尖货呀！陆老板，我出5万一只，给我留10只。5万你想买极品，我出8万，包全了。不到价10万一只，想要货的排队签长期供货合同，从今天起，你们的高端货源由我沧海冷链说了算。你说什么？阿狗他们全军覆没，不仅船沉了，还被海警抓了现行。老板，不仅如此，陆仓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批极品的深海火山雪蟹，现在整个省城的老板都在排队求他，我们的高端市场份额被他一口气全吞了。他知道大富海业完了，接下来迎接他的便是法律的惩罚。半年后，有了极品火山雪蟹的垄断地位，沧海冷链迅速扩张，正式更名为沧海远洋集团。我也更新了5艘1000吨级的现代化下远洋渔船。然而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降临。小海，出大事了！东边公海交界处出大乱子了！李叔，慢慢说，天塌不下来。是东洋海业，那帮跨国强盗开着一艘造价10几亿的核动力勘察船，直接压在了咱们公海分界线上。他们开启了超大功率的次声波驱鱼。次声波驱鱼？咱们出去探洋的几艘兄弟船，不仅一无所获，连带出去的声呐探测仪都被他们的高频波给烧毁了。海面上现在飘着一层翻白肚的死鱼，造孽呀！东洋海业这帮吸血鬼终于把手伸到咱们的家门口了。备车，去省城会展中心。今天正是3年一度的全球海洋珍品博览会在省城举办的日子。东洋海业这个时候在公海大肆破坏，绝对是有备而来。诸位华夏的同行，不要用这种仇视的眼光看着我。商业讲究的是实力和效率。刚才国际评级机构已经出具了报告，你们华夏近海的渔获，由于品种退化和捕捞技术落后，全部被评定为 C 级劣等品。哼！而在座各位手里的木船和破铁皮，在我们的核动力声纳舰面前，简直就像原始人的玩具。放屁！你们在公海分界线用声纳武器搞破坏，把鱼群赶尽杀绝，现在反过来说我们没有好货，你们这是强盗行径，破坏海洋生态，还倒打一耙。证据呢？我们在公海合法作业，用的是最先进的声学科技，这就是降维打击，落后就要认清现实。
我们东洋海业这次来是带着善意合作的，只要你们省海产商会签署这份协议，承认你们无力开发深海，自愿放弃龙脊海沟这片公共海域的探索权，交由我们全权接管，那么我们愿意以市场价的1/5施舍给你们一些二等渔获，保证你们的酒楼不至于关门剁枪。1/5还要我们签放弃公海探索权的耻辱协议？你们这是做梦！华夏的商人就算饿死，也绝不签这种丧权辱国的协议。霍老，时代变了。哼，你们不签，明天我就让声纳舰队把你们剩下的几块作业区全给扫平，让你们整个华夏的高端餐饮连一只活虾都见不到。霍老说的对，这种擦屁股都嫌硬的废纸，还是留着给你自己传代吧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保安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我叫陆仓，沧海远洋集团的负责人，也是这片海域土生土长的打鱼人。你们东洋海业仗着船坚炮利，用灭绝人性的声纳武器破坏公海生态，真以为我们华夏无人能治得了你们？我当是谁？原来你是你这个靠运气捞着破血蟹的暴发户。陆仓，你那几个1000吨级的破船，在我们的1万吨级母舰面前就是个笑话。治我？哼，你拿什么治？既然你这么迷信你们的高科技，那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打赌？你配吗？3天为限，目标就是你刚才想吞下的龙脊海沟。3天之内，谁能在那片海域捞出单体价值最高的海参，谁就是赢家。我若输了，沧海集团旗下所有船队冷兔双手奉上；但你若输了，带着你那堆破铜烂街滚出亚洲海域，并且公开向华夏渔业界登报道歉。陆总，不能冲动啊！那可是龙脊海沟，水深过10000米，连雷达都扫不到底的死地。他们有1万吨核动力船和深潜潜水艇，我们连深海探鱼仪都没有，拿什么跟他们比单体价值最高？找死！国际公证员就在现场，这场赌斗我东洋海业接了。3天后，我会让你跪在我的母舰甲板上，亲手把你的船队交给我。小海，你到底有多大把握？那可是科技的鸿沟啊！霍老，海洋的秘密从来不属于那些只懂得用机器破坏的强盗。科技有探测不到的深渊，但我有这片大海的灵魂指引。成败在此一举，老祖宗留下的海疆，绝不能让外人染指。万米绝渊，皇家沉木，镇海神物，龙王出苏，得其蟹黄结晶者，可解百毒，延生机，镇四海。镇海龙王蟹，这世上竟然真的有存活了数百年的深海活苦石，难怪东洋海业宁愿撕破脸也要抢这片海域，他们一定是探测到了海底有超自然的高能反应。伊藤，你想拿属于我们的宝藏去装点你资本的王座？做梦！小海，那可是龙脊海空啊，常年风暴不断，水下暗流能把钢铁揉成麻花。咱们这艘船虽然经过了改装，但比起东洋海业的核动力母舰，还是太单薄了。李叔，海战打的不是吨位，是对这片海的敬畏。出发，全速前进！
他竟然真的敢开着那种破铜烂铁来龙脊海沟送死！通知全舰，开启最高功率的次声波护盾，顺便给我们的老朋友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。小海，是次声波武器，他们在用高频声呐封锁海域，我们的声呐探测器全烧坏了，现在水下全是盲区。切断所有电子探测设备，采用手动液压舵。陆仓，见识到科技的鸿沟了吗？你连靠近我母舰的资格都没有！现在跪下认输，把你的集团拱手让出，我或许可以大发慈悲，派救援艇去捞你们！看好了，这是我们东洋海业耗资10亿研发的深渊行者级潜水器。3头钢铁巨兽已经潜入了深渊。他们将直达万米深海，把这片海域最珍贵的宝物带回东洋，而你只能在海面上看着我们创造历史。科技在万米深渊的龙脉面前，你们那些自以为是的铁壳子，连废铜烂铁都不如。伊藤总裁，1号深潜在下潜至8000米时遭遇未知强磁场风暴，失去联系。2号深潜艇报告外壳承受不住极端碎压，正在发生变形，信号断了，2号深潜艇被压碎了。这不可能！我们的钛合金可以扛住12000米的水压，给我强行拉起3号潜水器。小海，你疯了吗？东洋海业的铁王八都全军覆没了，你光靠这层皮下去，瞬间就会被压成肉泥的。这赌局咱们不打了，命最重要啊！李叔，华夏的海只能由华夏人自己去掌两，收好锚点，等我带着龙王爷的镇海之宝上来。这就是深海万米。老天爷，这就是海错巡蟹图的终极秘密吗？这就是存活了数百年，被先贤记录在绝密海图中的深海活化石——镇海龙王蟹。这种级别的巨兽，如果它有敌意，我连半秒钟都撑不住。他在向我示好。深海血皇黄晶，夺天地造化之神物。百年凝一寸，可解百毒，起死回生，价值连城。找到了，这就是单体价值最高的海珍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食材或珠宝，这是真正的救命神药。多谢龙王爷赐宝，华夏的海疆，我陆仓拼死也会守住，绝不让那些贪婪之人惊扰您的安宁。起！哈哈哈哈！5个时了，就算是神仙，在万米深的海底也早就没了。老东西，别看了，你们的陆老板已经成了鱼饲料。
愿赌服输。现在立刻让你们的人滚出沧海1号，并且把所有冷库的转让协议给我签了。放屁！小海不会嘎的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们绝不认输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你们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你刚才说谁成了鱼食料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万米深海，没有潜水器，你怎么可能上得来？小海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他不会有事的。伊藤，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你说你们的科技天下无敌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华夏的底蕴是你们这些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强盗永远无法理解的神迹。那是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生物凝结体？陆先生，我请求您让我靠近看一眼，就一眼。哼，华夏的宝物向来光明正大，史密斯教授既然是公证人，那便看个清楚。上帝啊，这不是矿石，这是100%纯度的生物活性结晶，它内部蕴含的未知酶活性是目前已知最强药物的很多倍，这不仅仅是海珍，还是医学奇迹啊！无价之宝，这绝对是真正的无价之宝，哪怕只有指甲盖大小的一块，都能拍出天价。相比之下，东洋海业那些所谓的基因续接，简直就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工业废品。我们赢了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一个连深潜器都没有的乡巴佬，凭什么能从10000米的海底捞出这种神物？作弊！他绝对是作弊！这是他在岸上造假的荧光石头。腾，刚才史密斯教授的鉴定，还有你们自己船上的高清摄像头，都已经记录得清清楚楚。怎么，堂堂东洋海业，在全世界的见证下，想玩烂账那一套？闭嘴！在这片公海上，实力就是规矩。给我上！把那颗石头抢过来！只要拿到那颗晶体，东洋海业就能称霸全球医药界。伊藤，你真以为我陆仓是个只有一腔热血的莽夫，会没有任何准备就来赴你的鸿门宴？海警，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出现？从你向我下战书的那刻起，我就已经提交了全程航捷的话备，已经通过我船上的卫星线路同步直播给了国际海洋法庭和华夏总台。伊藤，你这个蠢货，你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！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武装抢劫，从现在起，你被董事会革职了，立刻按照赌约滚出那片海域，剩下的烂摊子你自己去向国际法庭解释。伊藤知道自己下半辈子只能在冰冷的跨国监狱里度过了。我输了。李叔，传我的话给全省海产商会，从今天起，这片公海的闸门由我们华夏人自己把控，沧海远洋集团正式进军深海时代。陆老板回来了，我们的英雄回来了，守住了公海，陆仓好样的！小海啊，你这次可是不仅给咱们华夏商人长了脸，更是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啊！霍老，这位是陆仓同志，你好，我是国家海洋勘探与文物保护总局的负责人，姓齐。你在公海上挫败东洋海业的事迹，
上面已经全知道了。尤其是你拼死带回来的深海蟹黄精，国家医学科学院的专家连夜进行了初步评估，那里面蕴含的生物酶不仅能攻克多种绝症，甚至可能引发人类医学界的革命。齐局长，这颗蟹黄精，我陆仓愿意无偿捐献给国家医学科学院，用于绝症药物的研发，只求一点，未来研制出的新药必须让咱们华夏的老百姓用得起。好一个大义为国的年轻人！齐局长，这颗晶石虽然珍贵，但在我看来，它还算不上龙脊海沟里最无价的宝藏。什么？还有比这更珍贵的？齐局长，这6件大明国宝是我从深海的皇家沉船遗址中带回来的，他们是咱们老祖宗开拓海洋、称霸四海的历史铁证。东洋海业之所以想霸占龙脊海沟，就是为了这些宝藏。今天，我陆仓将这些文物连同那艘万米沉船的精确坐标一并上交。好，说得好，寸土不让，滴水不流。1个月后，省城最核心的 CBD 大厦，一幢高达80层的地标建筑正式挂牌，华夏龙脉远洋集团。小海，5艘万吨级远洋母舰已经全部在港口集结完毕，物资补给足够在海上航行1年。李叔，传令全舰队，目标百慕大魔鬼三角。